对，对，您的批示精神，我们马上传达。我已经说了，如果有谁玩忽职守，让我们的老百姓流血流泪，我们就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对，对渎职干部，我们绝不护短。张姐，周培成现在以放火罪批捕，我看不太合适吧？周培成虽有放火嫌疑，但他现在自己既没承认，人证物证材料也不全，将来如果我们不能以放火罪起诉的话，咱们就被动了。我的意见最好是先以伪证罪批捕，您的意见呢？可周培成呢，也不能说没有放火的嫌疑啊。那半个小时他干什么去了？张姐，要不就按公安机关的要求批？不行，这样，咱们呢再仔细看一下报捕材料。喂，是永强吗？我是唐朝阳啊。你先听我说啊，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刚才省委赵书记发脾气了，脾气发得很大，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实话，永强，我现在都快撑不住了。好，这我明白，唐书记。不过坑口电站的合同后天就要签下来了，齐参赞和长山及侨领们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我这一走，影响不好啊。来，我来。你等等啊。小林市长，你好。我看这样吧，你就把坑口电站的合同签完以后再回来。对，这是我的指示，不是你们唐书记的指示，不要往唐书记身上扯。王省长，万一裴军书记和刘省长追问下来，怎么办？我来解释吧。长山市是资源型的城市，南部矿山又那么困难，总得正视吧。这个坑口电站谈了3年了，我当市长的时候就在谈，不能有闪失啊。是啊，裴军书记是个开明的人，会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得理解裴军书记和刘省长，毕竟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是啊，省委、省政府也不好向中央交代嘛。什么？你说什么？老书记，扎铁柱是您代表市委表彰过的英雄矿工啊！这是哪年的事儿？你给我说说。96年10月2日，南二矿透水事故，老书记你还记得吧？啊，负300打通了地下河，淹死了20多人呐，把我带的一个省市检查组也困在下面了。对。啊，赵书记您好。赵书记你好。你好。刘市长，江局夜间，您把掌握的情况向裴军书记汇报一下。长话短说，要简明扼要给你们20分钟的时间。叶姐，我先汇报吧。好，江局你先开始吧，来，请坐。我说怎么那么耳熟呢？老书记，你知道就好。我带的省市检查组的8个同志，全是扎铁柱带人救出来的。为了救我们，扎铁柱在井下盯了3天3夜呀，差点送了命啊！哎，这样的英雄队队长怎么搞起装修来了？还不是南二矿实行破产时闹的呢。去年实行破产的时候就下来了。那这样的英雄抢险队长，在政策上就没点照顾？没有，当时都是一刀切的。赵书记、刘省长，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这个扎铁柱，当真会因为20万的经济纠纷放火吗？你们不能光听扎铁柱的口供，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赵书记，这里也许有更深刻的原因。什么深刻的原因？说说看。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联想和推测吧。
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哦，裴军书记，子京同志的丈夫呢，是咱们常山矿物集团主管破产工作的副书记。你说的这个原因是不是跟这有关？啊，是不是？叶子京同志，那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供参考吧。赵书记，我认为我们的破产政策对不起这位昔日的抢险英雄。据我所知，扎铁柱在南二矿做矿山抢救队长的时候，出生入死，立过几次大功。实行破产的那一天，扎铁柱找到我家，把所有的立功证书全给我带来了。他含着眼泪问我：“国家怎么不要我这个抢救英雄了呢？”我能说什么？我怎么说呢，老书记？我的心就像被谁扎了一刀啊！我把家里存的2瓶5粮液全给扎铁柱喝了，喝到后来，扎铁柱抱着我失声痛哭啊。他说：“不要把他们的党支部解散，不要把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到街道上。”老书记，您说说。原来是这样。是啊，就是这样。当时的破产政策造成的，所以后来就有了方舟公司，就有了公司下面的几个施工队和一个唯一保留下来的党支部啊。这就是说，扎铁柱的心态不平衡，报复社会，啊？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尽管我希望这不是事实。长工同志，省里的破产政策是怎么制定的？哦，裴军书记，在这一点我要解释一下。南二矿试行破产是在去年，我当时还没分管这一摊儿。那么今年呢，南部煤田6大煤矿实施破产，那我专门为劳模搞了一条规定。这就好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英模人物，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过重大贡献，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贝，啊！记住扎铁柱这个教训吧。哎呀，郭秀啊，郭秀，你这个破产书记是怎么当的嘛？这种明显不合理的政策，你干嘛要执行呢？可是，我说句过头话。当初我们俩找到省里边，情况可能就不会是这样了嘛。你看现在，闹了个放火，这老书记，你也认为是放火呀？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人扎铁柱就是这么交代的。为了那20万的经济纠纷，他就放火报复。老书记，不可能，扎铁柱不是那种人呐！你冷静点，这个事情，检察机关会去查的。对，老书记。那么，我还找错人了？连你也这样判断？不是我这么判断，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这残酷的事实。大富豪娱乐城的那个老板，就是那个叫苏阿福。苏阿福的，这是个关键人物，要积极的抢救。我看只要把这个人救活，渎职问题就可以搞清楚了。赵书记，这一点我要汇报一下。这个苏阿福被烧死了。烧死了？哎，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现在才汇报？你们俩说说看。叶姐，你把情况向省领导说说吧。打盹就行了。带周培成。队长，周培成死硬，我看呢还是先晾晾吧。哎呀，晾什么晾啊？这么多省领导都盯着呢。连续作战吧，啊，好吧，3位领导，你们不要误会。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放在扎铁柱、周培成这2个直接肇事者的身上啊。其他人的渎职问题，我们还没顾得上，所以我们2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对苏阿福的死暂时保密，
这是为了避免以后查渎职的时候碰到过多的障碍。哎，这个苏阿福是不是真死了？证据确凿吗？是的，证据，这一点我们不会搞错。对，证据是确凿的，真是烧死了。我和江局亲自到现场去查看过尸体。就算苏阿福死了，渎职方面的问题也要一查到底。没有渎职问题啊，就是放火也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的消防武警官兵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牺牲。叶子京同志，对于渎职犯罪嫌疑人，一个也不许放过。是赵书记，我们会追查到底。好吧，北京的专机就要到了，我们去接一下。叶姐，咱们是不是直接回检察院？不，回趟家吧，拿几件换洗的衣服。看来又得住几个月的办公室了。好的。你一定得帮我才行，你得和你妈说一说。我会和我妈说的，得吃啊，吃饱喝足了才能到检察院去喊冤呀。小静，你别忙了，我什么都不想吃。叶姐啊，我跟侦查监缉处的同志们慎重地研究了一下，准备呢对扎铁柱以涉嫌放火罪逮捕。周培成呢有些吃不准，你看是不是先批捕呢？对，反正这个周培成呢不能放过。好的，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另外叶姐啊，这个武局长对我说，保证没对谁上过手段。是啊，郭靖，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可以证实的。应该说，江正流、武成义公安局的同志们干得还是不错的。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好好的配合啊！上面呢催得这么急，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心情嘛，是不是？好吧，回头再说，再见。我妈回来了啊！哎，叶姐，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呀？黄小静，你少跟我坏。欢迎叶简大驾光临。黄书记已经把餐费发给我了，我就自力更生了。太不像话了，他怎么值的班啊？你得抗议。抗议什么？有你们这样的爹妈，我也只能水深火热了。水深火热？你知道什么叫水深火热吗？你看看你过的日子，你再看看丽丽过的日子，知足吧，小姐。给钱吧。给什么钱？没办法。叶姐，你还得加20。还有，我的果冻你也不能白吃。美的你。叶姐，我劝你不要执法犯法。执法犯法？什么法呀？还能有什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小静啊，我可没时间跟你理论啊，妈是太忙了，这星期可能又回不来了。你自己好好照顾你自己吧，该吃的时候就要去吃饭，不要老吃果冻。你们是不是在办大富豪的失火案啊？老妈无可奉告。现在不是老妈喽，那是什么？是叶简。叶姐，我警告你啊，不要冤枉好人呐。妈既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走了。周培成是坏人吗？你们怎么乱抓人呀？你怎么知道有个周培成啊？还乱抓了？怎么回事？叶阿姨，我怕院子。丽丽，怎么了？叶阿姨，难道周培成真的是你父亲？你得给我做主啊！你不要哭啊，好好跟阿姨说好吗？叶阿姨，你救救我吧！我爸他是个好人，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一心只想多挣钱，将来供我读大学。丽丽啊，你说的这些跟案子无关呐。有关。昨天下午我爸没上班，在家和我妈吵架呢。那昨天晚上9点以前，你爸爸都在家吗？9点钟以前，我记不清了，反正他一下午都在家。哦，我想起来了，7点钟以后，我妈去城里找二姨，我爸才走的。丽丽，这样啊，你也不能保证着火以前你爸爸没有去过大富豪娱乐城啊。你别着急，丽丽啊，这事儿会搞清楚的啊。妈，如果搞清楚了，你们公安局会放人吗？那当然了。公安局的叔叔啊，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啊！叶阿姨，我妈说了，我爸肯定没去过大富豪。你妈妈怎么能肯定你爸爸没有去过大富豪呢？啊，就这样吧啊！阿姨啊，实在太忙了啊！好吗？咱们再找个时间聊。我来帮忙破案好不好？我来帮忙找周叔叔不在现场的证据。你添什么乱呢？你爸爸已经够我烦的了。这是一个人民检察长应该说的话吗？妈，我发现你对人民缺少感情。黄小静同学，光有感情是不够的，法律更重证据，知道吗？就这样，丽丽。这个案子还真得咱们破了。估计我妈知道点情况，她说过，要是这样，我爸根本不可能跑到大富豪去。哎，咱们找你妈去好不好啊？现在就去，让你妈妈拿出证据来。你不知道，我妈正和我爸闹离婚呢。是吗？这你过去都没说过呀？怎么回事啊？快说说。别说了，说了心烦。这事儿怪我妈，还是得找你妈谈。就算是离婚，也得先把这事儿说清楚。同志们，513大火案是举国关注的特大案件，从中央到省委都有重要的指示和批示，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认真把关、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我们的办案速度。无论公安机关何时报捕，我们都立即审批。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大家一定要跟公安机关主动配合，积极向公安机关反馈情况。该提证据补查的一定要提。比如扎铁柱和周培成，虽然批捕了，但证据仍然不充分。尤其是周培成，疑点还是很多的。在这里啊，我也要提醒同志们一下，我们必须听省委和市委的招呼，真正形成打击犯罪分子的合力，使犯罪分子得到及时的惩处，平息民愤，为党和政府分忧。同志们，在这种泰山压顶、八面挤压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要忘记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依法办案。这场大火的损失惨重，要求严惩的呼声很高，对我们的办案会有些干扰。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该捕的捕，不该捕的坚决不捕，一定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唐文林，你被捕了。
不是该补的坚决补吗？不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吗？公安部门涉案人员为什么就不动？这说得过去吗？国敬啊，这几天我们补的还少吗？涉及到8个部门、18个党员干部啊。叶姐，问题不在于牵涉到多少部门、拘了多少干部，而是这些部门、这些干部渎职了没有？叶姐，就说钟楼分局吧，我们的意见是，国敬，现在公安就是不能动。你说这个案子当真就这么好办吗？在取证侦查的过程中，哪个单位和部门不搞一点地方保护主义啊？多多少少都搞一点啊，哭的闹的，私底下说情的，软的硬的，公然抗拒的都有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说，我这回是大开眼界了。我再给你说个情况啊，就是今天发现的，市文化局市场管理办公室为了推卸渎职责任，把前几年发的文件都给改了，又把告状的电话打到北京。好啊，这不又是一起伪证罪吗？我们马上立案侦查，该抓的抓。哎，叶姐啊，你呀就别心存幻想了。咱们的好名声啊，这次算玩完了。我不说你也清楚，这几天啊，针对你我和我们检察院的攻击谩骂声是铺天盖地呀。唐局长，您别骂了，叶自新就这么一个人，谁拿他都没办法。哎，唐文林是我们城管的干部，我肯定会找他。但是呢，我想，如果您能找他，咱们双管齐下。哎，真的，真的，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啊，如果他有事找您，那您说话就管用啊，对吧？方启明，把门打开。哎，我在听您讲话。是。哎，这件事儿啊，您别抱太大希望，人毕竟是被捕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想办法减刑。比如说判个缓刑，你看。国建，你知道就好。他们只是骂2句，倒也罢了。哼，人家不仅是骂呀，哼，他还要整你，还要卡你，知道吗？咱们检察院大楼又没戏了。昨天，陈检告诉我说是市里要紧急筹措死难者善后处理资金，啊，财政又拿不出钱来了。那是，钟楼区城管的汤文林是财政局局长的弟弟，咱们没给人家留面子嘛，补了人家的亲弟弟嘛，还指望人家把钱给咱们呢？那是。当然，筹措这笔资金也是确有其事，也是应该的。唐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绝不能让死难者的家属跑到省里去群访告状。哎呀，行了，叶姐，你呀就别自我安慰了，这都是一些借口。老方，什么事儿？周主任，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您说我能不服从分配吗？公安那边不让步啊，公安局说火车站停车场归他们管，您说我这弼马温2把阄都没了。他们想干什么？啊？这个整顿广场秩序，把停车场交给我们城管管，这是市长办公会定的。他们公安局想干什么？连市政府的话都不听了。就是。哎，主任，要不然您看我先留在办公室帮帮忙。不行，我们这块地盘不能丢啊。这样吧，小林市长马上回来了，我去找小林市长，你呢，给我守住阵地。我们车站前呢有一个观察站，你先到那儿去做调查研究。主任，拿出套整改方案来啊！主任，你说就凭我这笔杆子，我就真的成了没人要的垃圾了？你说，老方，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个停车场管理组组长可是重任在肩啊！啊，说严重点，那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城管系统的荣誉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地盘如果给我丢了，我可拿你试问。
切，好了，不要有什么情绪啊，安心工作，快。主持人，啊，安心工作啊。喂，检察院，叶检在吗？啊，秀丽啊。老同学啊，最近够威风的，抓了不少人吧？啊？什么？你有听说什么了？听说什么？听说啊，你要和常山人民为敌呀？啊？秀丽啊，我可没时间跟你胡说八道的啊，有事说事啊。啊，我跟你说啊，那个财政局汤局长请你吃饭，赏不赏脸？是不是为了你们那个钟楼城管委的汤文林呢？哦，那个汤局长没明说，这有点不大合适吧？我说叶姐，你当真不食人间烟火啊？啊？哎呀，你们检察院大楼想不想盖了？子金啊，我告诉你啊，汤文林虽然是我们城管干部，但是我没求过你吧？现在是汤局长通过我找您，我得把话捎到啊！哎呀，我可不愿得罪这位财神爷呀！让我想想吧，啊！好，行。哎，汤局长说了啊，这纯属私人活动，让你啊带上黄破产。好吧。哎，好，再见。周主任，您看看这都什么事儿啊？昨天狐臭，今天斑秃，咱们城管系统的干部全都成了狐臭斑秃了啊！今天的文章登在哪儿？你看，为您服务栏，作为几名斑秃患者，身为自己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城管干部集体形象而犯愁，啊，请问有什么科学疗法？周主任，您再看看，科学原地来，作为一名城管女干部啊。狐臭严重影响了工作，应该怎么办？城管女干部别有用心呢。无聊。你说，谁会做这种小动作？叶姐，那么周秀丽真的来为汤文林说情了？不仅是周秀丽，还有财政局的汤局长，人家还要请我吃饭呢。这么说，咱们大楼有戏了，那就吃呗。不吃，我可能还要反过来请周秀丽和汤局长到我们家去搓一顿。如果我好好的招待他们一番，说不定咱们检察院的大楼就批下来了。哈哈哎呀，我的好姐姐啊，你竟然还存在这么美好的理想啊！言归正传，国靖啊，公安局的人不能动。那叶姐啊，我和你说一下，我们在调查当中碰到了很多问题，大部分单位都不太配合，给我们调查取证工作设置了不少障碍啊。好，张部长，张支队长这个材料不错，很有说服力。我的意见是，你们常山日报首发，省报全文转载。啊。另外呢，让电台、电视台也配合一下，加大对英模人物的宣传力度。好，王省长，那我们就按您和省委的指示办了。我们电视台呢准备。张部长，详细的汇报我就不听了，这方面你们是行家，注意把关就行。小王，王省长，你去把刘市长和善后领导小组的同志们都叫过来吧。好。哦，对了，顺便让子京还有郑流同志也过来一下。好的。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渎职问题该查照查，这是两回事。不过要讲策略，重证据，尤其是那些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人。哎，叶姐，您估计王省长要和您谈什么？也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吧。听说王省长要回省城了。周主任，您喝水。老财，
你说方清明会干这种事儿吗？他会向长山日报、晚报提这种龌龊的问题？是不是？你又给人家下绊了啊？周主任，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我刚给报社打过电话，报社的同志说，这2封虚心讨教的信是写在咱们城管委的信纸上的。那也不能证明是方清明干的，没准是城管委其他人干的呢。别人会对咱们城管委有这么大的怨恨吗？谁能有这么严重的心理阴暗面？只有方清明，没有第2个人。方清明自从群众评议没过关以后，就自绝于咱们城管委。茂才，算了，你想，查出来是方清明干的，他也没触犯法律，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呢？是不是？那不行，我得对您领导负责，对咱们城管委的形象负责，我一定得查到底。那好，你想查就查吧。那好。另外啊，可以在会上跟大家打个招呼。如果谁在向报社、电台提这种龌龊的问题，请他署上他的大名。好，那我走了，周主任。喂，唐局长，是我。刚才啊，我和叶检已经打过招呼了，他没拒绝，看来有戏啊。所以善后工作呢，一定要做得扎扎实实的啊。王省长。好，接着说吧。王省长，我们研究了一下，我们把做死难者家属工作的任务全分解下去了，全市党政机关，包括市纪检委都分了几户。好，这个思路不错啊。另外，公检法3家也不例外，公安局人手多，分了2家，法院和检察院人手少，各分了1家。各单位都挺配合我们的，目前的效果还不错。子敬同志啊，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抓好。是，黄省长，我已经跟陈波同志打过招呼了，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好，今天先这样吧，我跟子敬同志还要谈点别的事情，好吧？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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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好，再见，再见，再见。好。子敬，来。那个钟楼公安分局的王晓峰到底是怎么回事？黄省长，您怎么想起问这个？不问不行啊！陈主任那边盯得紧，郑流呢又有情绪，我怕影响工作。王省长，那我就简单的汇报一下。王晓峰的问题很严重。他不但倒卖没收的赃车，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大富豪的涉黄问题，也和这位分管副局长有关。那这些情况郑流知道吗？不知道。我要求办案的同志暂时保密。保密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跟郑流通气，别再造成什么误会。姐夫，你这个局长是怎么当的？怎么连一个王晓峰你都保不住二妹啊，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好不好？王省长还等着我呢。姐夫，反正你得给我想办法。我孩子不能没有爸爸。你去检察院去找叶子京，向他要人。他叶子京算什么玩意儿？那么听陈汉杰的。检察院的家是我当的吗？叶子京这个同志我了解，他是讲原则、讲法治的。王晓峰肯定有问题，没有问题，检察院是不会随便抓的。这和陈汉杰的关系不大，你就别在这儿瞎搅和了，好不好？姐夫，你不能不管我们家小峰的死活呀！别哭了啊！你赶紧回去，以后千万别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这样影响不好，我又没法解释啊！啊！回去。这个王晓峰啊，胆子实在是太大了。他身为钟楼分局主管治安工作的副局长，竟然成了苏阿福的把兄弟了。你说这个大富豪还不成了卖淫窝点呢？照你这么说，人家老陈在会上批评的没错。是啊，王省长，里边谈。好，王省长，也许陈主任有些情绪，可是，在王晓峰一案上，他没错。是。王省长，事情是这样的：王晓峰不但收受了苏阿福和大富豪的贿赂，还收受了其他一些娱乐单位的贿赂。涉案金额已经初步查实，30多万。就算陈主任不这么盯着，这个案子我们也得办。好，子敬，你就好好去办。郑流那边呢，我去打招呼。那太感谢了。不过王省长，我真是担心，我怕郑流和陈主任之间的误会会越来越深。唉，倒也是。你想想，老陈能不误会吗？王晓峰是什么人物？他是江郑流的连襟。你说你连襟本身就是个问题人物，他倒好，反而把老陈的儿子给抓了。陈小木是闯祸了，他也确实动手打人了。子敬啊，陈小木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打架斗殴、治安处罚的问题，犯不着这么激烈。坦白的说，子敬，我真有些担心。我是怕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些同志不顾大局，他有意无意的给省委添乱，不是没有这个苗头，咱们都得警惕。你说呢？王省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明白。陈主任，南平市人大准备今天过来慰问。省城人大白主任也专门打来电话，说是明天如果能抽出时间来，也过来慰问。别，让他们都别来啊！陈主任，这合适吗？这几天全省各个地市的书记、市长们都跑到我们常山慰问了，市委和市政府都出面接待了。反正我们市人大不接待。你以为他们都来慰问死难者的？他们都是来慰问领导，给领导压惊的。我们市人大不跟这个风啊！陈主任，那我就婉言谢绝他们。对，婉言谢绝。哎，话说的客气。好。有意思。子敬，咱们言归正传，你把案子的最新进展情况谈一谈。好吧。黄省长，我们根据省委和市委的要求，该立案的立案，该批捕的批捕了。省检察院对我们也有要求，要求我们市检察院这一边1天1报。迄今为止，涉嫌渎职犯罪的嫌疑人已经立案的拘留了18人，涉及到8个单位和部门。好，要化被动为主动，维护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子敬啊，你们一定要清楚，目前我们要抓的重点就是尽快把这个案子依法办掉，平息广大死难者家属的愤怒情绪。现在社会上都知道是放火，纷纷要求严惩凶手，所以你们检察院这块一定要特事特办。
好，要化被动为主动，维护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子敬啊，你们一定要清楚，目前我们要抓的重点就是尽快把这个案子依法办掉，平息广大死难者家属的愤怒情绪。现在社会上都知道是放火，纷纷要求严惩凶手，所以你们检察院这块一定要特事特办，对放火犯罪分子尽快起诉。王省长，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带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在法律规定的最短时间内，对涉嫌放火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老书记，我是您领导教育出来的一名正派的国家干部。今天我出于极大的义愤，冒着很大的风险，向您和人大举报我市城管委主任周秀丽违法批准苏阿福大改门面房的严重渎职问题。众所周知，大富豪娱乐城门前的违章门面房严重影响了5月13日的火灾救援，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王省长，渎职犯罪这一块问题也比较大，侦查难度也比较大。意料之中的事。子敬啊，我相信一定会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王省长，我们动作很迅速，可还是出现了串供、涂改、假造证据的现象。这样，对涂改证据、弄虚作假、抗拒查处的，可以考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重处理。不过有一点，子敬我要提醒你一下，可能你心里也有数，就是咱们常山干部队伍的情况呢比较复杂，历史上有些恩恩怨怨，所以你这个检察长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带着主观情绪去办案，更不能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一定要就事论事。王省长，请您放心，如果您和省委哪天发现我叶子京背离党纪国法，另搞一套，您就把我换下来，我不会有什么怨言。这一点请您放心，真的。子敬啊，你言重了，我不过是给你提个醒罢了。据我所知，为改这片门面房，苏阿福向周秀丽行贿4万，周秀丽受贿后才出面向钟楼区城管委原主任严子清和现任主任汤文林打了招呼，要求钟楼区城管委在适当收取占道费后，给苏阿福批办临建手续。一场大祸因此酿下了。陈主任，小赵，给你看看。子敬啊，我绝对不会误会，你给老陈带个话，让他千万不要这么激动。常山出了这么大的事，仅仅是我跟唐朝阳难堪吗？他老陈就不难堪？他以前是市委书记，现在是市人大主任，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就承认我有领导责任嘛。这几天我见了谁都检讨。王省长，你怎么把我当做陈主任的代表了？太奇怪。做到代表有什么不好啊？来，我就请你做一回代表啊。你看，这2桶茶叶，这是上个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访问的时候送的，我可一直给老陈留着的。你帮我送给他，让他一定注意身体，少为一些无聊的小事生闷气。王省长，对不起，我来晚了。如果揭发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周秀丽在这场火灾当中就犯有渎职罪，不就是封匿名信吗？是真是假，谁知道呢？虽然是封匿名信，可你看，这个人好像对城管委很熟悉，而且他揭发的事情有时间、有地点，涉及到的人有名有姓，而且受贿金额也有4万。要不还是把信转给市纪委？这样，这场火灾案是检察院在受理，让叶子京来下。郑刘同志，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又盯上陈小木了呢？陈小木到底什么问题？你们究竟掌握了什么证据啊？传得一塌糊涂，难怪人老陈对你们公安局意见这么大。
王省长，陈小木真有违法问题，他在复兴路开个饭店，欺行霸市，而且还发生打人事件，受害人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不抓不行啊！不就是打架斗殴吗？已经拘留了几天了，是吧？行了，赶紧放掉。王省长，这恐怕不行吧？人家受害人也不会答应。再说，陈小木的事件，叶姐也知道。我得实话实说，搞不好得起诉。起诉？怎么移送检察院立案起诉？子敬，你们检察院真的要起诉啊？那老陈会怎么想？你又怎么去面对老陈？王省长，这个案子公安局还没有移送到我们检察院。那就不要移送了嘛。这样，你们公安局做做工作，啊，让陈小木多赔一点钱，让受害者不要再告了。哎，小木这孩子，我清楚，他可一直让老陈头疼的要命，好不好？啊？好吧，王省长，我们尽量做工作吧。那今天就这样。好，子敬啊，我可是再提醒一下，严重危害安全的犯罪分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不能容忍的，所以对涉嫌放火的扎铁柱和周培成要尽快起诉。如果证据确凿，叫早杀、快杀、公开杀。王省长，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重证据，不放走一个，不错判一个。郑流，你留一下，王晓峰的事儿，咱俩再扯一扯。好了，那晚你出去，我爸是追你去的，肯定是这样。傻孩子，胡说什么呀？你说你爸连死的心都有，让公安局知道了会怎么想？你还想不想让不让你爸活了？这是王省长让我带给你的茶叶。哎，记得大火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我说这大火一烧啊，烧得有些人日子就不好过。现在看，不幸严重了。老书记，你这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常山的队伍不能乱，更不能打内战。王省长，这我得解释一下，我真不是打什么内战。在此之前，王晓峰倒卖赃车、收受贿赂，我一无所知。抓陈小木，我也向市委唐书记请示过的。唐朝阳就同意让你抓了啊？他没有表示反对，他的意思好像是表示支持。行了，郑流，你就别再给唐朝阳和市委添乱了。老陈那是不能碰的。王省长，城管委周秀丽主任已经到了，请他进来吧。好，王长工要亲自过问，放小木一马。这当然好，但我不能这么徇私。陈小木打架事件，如果真应该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就正常起诉，我绝不干预。这是你的真心话？当然是真心话。这茶叶，还不错。来，咱们喝点长工省长送来的茶叶啊，说点长工省长关心的事儿。我呢，反正是坚持原则，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共产党人襟怀坦白。老书记，你就不要跟我打哑谜了，叫我来究竟干什么？是不是又有什么新情况？你还问我呢？你是干什么的？啊，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那些什么情况我怎么知道？你是检察长。来，还是先说说你那儿的情况吧。怎么？听说要对扎铁柱和周培成要杀掉，要快杀、早杀、公开的杀。这王长工怎么就这么着急呀？啊？案子最后
怎么判，那是法院的事，还没到那一步呢。子敬啊，我提醒你，你这个检察长，那是市委提名，省人民代表选举产生，所以你必须要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不是我多疑啊，我觉得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想借这2个人的脑袋去保住另外一些人的脑袋，所以我说，放火案得查，渎职案也得查，都得查，都得查清楚。老书记，您的指示和长工同志的指示并不矛盾。子敬，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耍滑头啊？不是没有矛盾，是有矛盾。我就不同意什么就事论事，什么常山干部队伍复杂，复杂在哪儿？完全是一种托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你们在办案的时候网开一面。你承认不承认有这个意思啊？那我请问，你家小木的事情，是不是有一种交换色彩呢？所以我说长工省长办事老道啊，你看，有表态，有做指示，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很顾全大局。相比之下呢，我陈汉杰就不是这样，这感情冲动，打横炮，给省委市委出难题。子敬，说实话，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有什么感觉无关紧要。不过在这种时候，我们总是要冷静客观。我们任何一个人，谁都不能有感情色彩和倾向性，否则渎职案的查处就不那么有力了，可能会给一些同志造成错误的印象，好像我们不是在依法办案，而是在进行一番什么的人事斗争，这就不好了嘛，对吧？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外面有个相好的男人，就是那个姓陈的。你瞧不起我吧，嫌我爸土，嫌我爸穷，尤其是去年矿上破产以后，你做梦都想和我爸离婚。行了，别再说了，妈的事不用你管。你的事我可以不管，但是我爸的事我要管，你必须说清楚。子敬，你错了，我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只是这场大火烧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而那些混蛋，那些渎职的混蛋想混过去，不行，绝对不行。所以我想跟你说，你别急，他们急你也别急，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得有质量，把它办成铁案。我倒要看看这案子的后面到底有什么名堂，我敢肯定这后面一定有名堂。要不这么多违章建筑就建在街面上，苏阿福不给我们的干部送钱能行就没人管？我不信。老书记，你可能不知道，苏阿福已经被烧死了。苏阿福被烧死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是有什么名堂？现在不好判断。当天晚上，当我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有人为了杀苏阿福才放的这把火。现在看起来不像。不管扎铁柱是不是故意放火，这起火的直接原因是烧电焊引起的，而扎铁柱跟方舟装潢公司的那些工人们，他们除了报复情绪，不可能跟哪些官员的渎职受贿有联系，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够不上那些官员。那会不会扎铁柱和工人的情绪被一些人利用了呢？这点我们也注意到了，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种线索和迹象。有没有这种可能咱们假设苏阿福没死。这是您的假设呢，还是？当然是我的假设。咱们不妨就用这种假设去查一查。怎么，你们都知道苏阿福死了？这个密到底没保住啊！说吧，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关心苏阿福？是不是真收了他的黑钱了？别人我不知道，我绝没收苏阿福的黑钱。那就把心思用到工作上，少管苏阿福的死活。可是我不知道中卢区城管干部收了没有啊？城管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
如果万一他们收了苏阿福的黑钱，这麻烦可就大了。你还知道麻烦大了啊？周秀丽啊，你这个城管委主任是怎么当的？啊？你今天竟然还敢来见我？哎，好，那你说，找我什么意思？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就是想来送送你。这么说，苏阿福是真死了？是的，老书记，您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苏阿福这一死，这渎职案就不太好办了。这还用说吗？5月14日，我们就根据有关的线索采取行动了，不过办得不太顺利。涉嫌者一推6、2、5，好像他们已经知道苏阿福死了。江正流知道的事，还保得了密？知情者早就知道了。话不能这么说，郑流同志不至于这么做。西安，就算是苏阿福死了，这个渎职案也不是查不下去，只不过是困难大点，非得周折。我给你看样东西。我收到一封揭发信，这信上揭发苏阿福送了周秀丽4万块钱，违章建筑就是周秀丽批的。举报周秀丽，那怎么没有签名呢？是封匿名信，不过看来这个人呢，对城管委很熟悉，像是个知情者。王省长，真对不起，给人惹了这么大的麻烦。算了，秀丽，别说了，你好自为之吧。好在您在处理这个事件，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我来处理事故又怎么了？你又说错了。我来处理事故就敢违反原则吗？你别忘了，现在常山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是你那位老同学叶子京，汤文林是他抓的。王省长，我正准备跟您汇报这件事儿呢。汤文林的事儿，汤局长通过我找过叶子京，这次子京表现不错，没一口回绝。我想，有汤局长和您的面子，检察院这会儿不会抓住我们城管不放。当然了，我们市城管委要负相应的领导责任，这一点我还有。秀丽，你别打着我的面子，我没这么大面子。你不是不知道，叶子京是陈汉杰提拔起来的干部，陈汉杰心态又那么不平衡，你的麻烦会小吗？我劝你清醒一点，别整天打着我这杆破旗了，还是往陈汉杰同志那里表表忠心吧。王省长，您这叫什么话？这封举报信呢，你拿回去和同志们研究研究啊。当然，周秀丽没问题最好，但是如果查出有问题呢？要是查出点什么来呢？好吧，那我先想想办法，找找这个匿名举报人吧。子京，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为难？不为难，为难什么呀？依法办事就是了。是，我知道，这种案子有困难，有阻碍，这是肯定的。你想想，苏阿福一死，大火案背后的渎职问题就不那么好查了。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大火案调查最为棘手的。苏阿福死了，在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就有人常提起大富豪，也是因为乱盖违章建筑，闹得满城风雨的。可是，不管多少人反映问题，那些违章建筑就是拆除不了。后来有人打电话给我，老书记啊，你是不是亲自过问了？是，过问了。你过问后，那些违章建筑就立即被拆除了。可是后来我听说，
周秀丽为这事找到了长工同志，从此你跟长工的关系就恶化了，隔阂越来越深。对。我来送送你不行吗？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怕心里肮脏的人胡言乱语吗？我不怕。对，我们是在江城一起插过队，有过一段恋爱经历，那又怎么了？那不过是一个人的一段历史罢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秀丽啊，这问题是，后来我到常山市做了市长，你在我的手下做了城管委主任。可是王省长，你也别忘了，城管委主任是陈汉杰提的，您调常山来当市长之前我已经是了。倒是如果我不是这些年跟着您干大事儿、干实事儿，也许我还不会得罪陈汉杰。所以，请王省长别这样想问题。老书记，您别介意啊。今天既然把话说开了，您就让我把话说明白。说，您不该是因为大火案联想到别的吧？子佳，你怎么也这么看呢？我能不这么想吗？你想，你周秀丽做了这个城管委主任，城管委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必须这么想，你也得这么想。遇事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5月13号晚上火灾现场啊，我一看心里就咯噔的一下。消防车进不去，就是因为那片违章门脸房，路边的地方归城管委管，最后，还不知把谁给套进去呢。王省长，这么说，拘唐文林只是一个开始。你以为这是结束吗？以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场大火对常山是一场灾难。周秀丽当城管委主任是我给推荐的，反正她现在有什么问题，查查再说。妈，人反正会变的嘛，我总不能打她一辈子保票嘛。哎，买个家用电器才保证3、5年，我的保修期过了。哎，现在的家用电器也是终身保修了。你什么意思？这么说，你也要查我一个渎职罪？啊？哎呀，老书记，这种玩笑开不得呀！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子敬，渎职就得查。我陈汉杰渎职了，你该怎么查怎么查，任何领导渎职了你都得查。子敬啊，你这次得好好的执行，要敢于硬碰硬。老书记，您这些话我会记住的。林市长，要不要先回家休息一下，倒倒时差？不倒了，现在常山的天呢，都快塌了。去见唐书记。好，那我们就直接去医院。去什么医院？去见唐书记吗？我忘了告诉你，唐书记他累垮了，现在正在医院打吊针呢。怎么回事？啊，林市长回来了，说是直接来见您，估计半个小时以后能赶过来。啊。到今天下午3点为止，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省有关部门领导也都陆续离开了常山。常工省长走了没有？他不是说要回省城开会吗？哦，还没有，说是晚上走。省委常委会好像明天才开。你记着提醒我啊，常工省长走的时候，我得去送送。唐书记，您这还发着高烧呢。林市长不是回来了吗？让他代表吧。不行，我就是爬也得爬过去。真得好好谢谢常工省长啊！这次要是没有他这么一位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挡在第一线，我们常山可就更惨了。
还有什么事？人大陈主任来了一个电话，派人送了份举报材料给您。陈主任，举报材料在哪儿？唐书记，不过是封匿名信，我看没陈主任强调的那么严重。既然陈主任专门派人送来，肯定有什么说的，还是拿来吧。可，唐书记，您现在这样了，真得好好歇歇啊。现在不是歇的时候啊！再说，我还死不了呢。对了，林师长，老书记陈汉杰好像已经盯上王省长了，也嚷着要查隐患。哼，是吗？是啊。这老人家又发现什么了？不知道啊，我看陈主任他最近总是不高兴的样子，可能因为他儿子的事儿。哦，哎，拿这书吧。好，小姐，这书多少钱？小孙呐，马上以我的名义给陈主任回个电话，就说对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周秀丽的这份举报，我市委一定会慎重研究处理的。好吧，这事儿是不是也和常荣省长通个气儿？不必了，搞到常工同志面前反而不好，会把事情复杂化。叶姐你好。你好。叶姐，得给你汇报个事儿啊！别汇报了，按规定办好了，就这样吧啊！叶姐，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按说啊，这件事我可以让办公室按规定处理一下，可人家齐老太非要见你一面不可，你说我这……什么齐老太？你说什么呀？叶姐，你怎么忘了？这156个死难者不都分解到全市各机关单位了吗？咱们检察院不是也分摊到一户了吗？哎呀，真该死！这事我怎么给忘了呢？陈姐，请你原谅啊！哎呦，我真是忙糊涂了。你说，咱们这户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齐老太太还有什么要求吗？总的说来还不错。齐老太真是识大体顾大局，儿子媳妇儿，还有一个孙子，一家3口全都烧死了。你说这精神打击有多大呀？齐老太太没有埋怨咱们政府一句呀，更没有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人家就提出来要见你叶检一面。你说我这分到咱检察院的这一户，竟然就死了3个。是啊，对人家的要求，你说我怎么能够推辞呢？这样吧，通知一下，案件的碰头会推迟一下，现在马上去见齐老太太。好，走吧。唐书记，哎呦，永强，哎呀，唐书记，这段日子让您受苦了啊！什么话呀？啊，唐书记，这是我给您带的。哎，谢谢。哎呀，永强，到底是提前从美国回来了。
有这么一点同志家兄弟的意思。哎呀，对不起啊，唐书记，让您一个人顶雷了啊！知道就行了。凤霞，这几天市里的同志可惨透了。从中央到省里，一批一批来人，一次一次的批评，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啊！来，走。好。这么大的事故，伤亡这么多，哎，也可以想象啊。怎么样，唐书记？不然在医院住一阵子，我来将功赎罪。亏你想得出来，这个时候我敢住院啊！有一口气，你就得定在岗位上。可贵啊，唐书记，您这精神太可贵了。就凭这一点，我得跟您好好学。不过，唐书记，我这可不是有意回避啊。要不是为了坑口电站的事儿，我可以提前3天回来的。这我知道。其实，你回来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主要是善后工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来也不过是跟着一块挨骂。火灾要处理，今后的日子也还得过。想透了也就理智了。招商引资是大事，好在长工省委也支持。为了庆祝小孙子10岁生日，他们才碰上了这场大祸呀。小孙子的死亡照片已经洗出来了，就挂在咱们物证室，我去看过了。物证编号是0211，真惨呐！10岁的孩子竟然烧得像只叫花鸡了。哎呀，唐书记啊，我真是太幸运了，能碰上一个像你这么好的领导。如果换个市委书记啊，立马让我这个市长打道回府了。我毕竟是市长嘛，头一个顶雷的应该是我。行了，你啊就别吹捧我了。说心里话，咱们都应该好好的感谢长工省长。事故以后，他一个囫囵觉都没睡，真帮咱们顶了不少的事儿。面对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一次一次深刻的检讨，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还挨了省委赵书记一顿好说。不谈了，说说美国的情况。唐书记，你在家日子不好过，我在国外啊，那日子也不好过。这大火一起，各国的主要新闻媒介全报道了，对我们这次的招商活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很多情况啊，那是连我都没有想到啊。咱们川口县有个养狐狸大户叫崔百万，把一份乱七八糟的材料弄到美国去了。招商会上很多长山籍的侨胞都在问我，类似崔百万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啊，您好。齐老师，齐老师，我们叶检察长来看您来了。对，有什么要说的话，您就尽管说吧。啊？
你是检察长？对，老人家，真对不起，我来晚了。唐书记，长工同志那个狐狸政绩，可真是坑死我们了。你说人家崔百万养狐狸养得好好的，他跑去瞎关心什么呀？硬逼着人家贷款盖别墅，这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什么呀？现在银行催着还贷款呢，他倒好，不管了。哎呀，这下子搞出国际影响来了。好了，永强，别再抱怨长工同志了，谁都不是完人，有的时候决策失误也是免不了的。话说回来了，长工同志在常山做了5年的市长，也确实做了不少大事和实事。你就是将来在法庭上起诉的公诉人。对，老人家，我们检察院的职责之一就是代表国家，对一切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分子提起公诉。具体到这个案子，因为事关重大，我也许会出庭支持公诉。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目前还在调查取证阶段，您不要太着急，好吗？是得好好的调查，好好的去取证，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对，是的。我见你就是想告诉你这些，对那些放火使坏的家伙，一个也不能放过。还有，该对这事儿负责任的部门，该对这些负责任的那些管事儿的，都是干什么吃的啊？竟然让这大火烧成这个样子，连个救火车都跑不进去呀！150-60人呐，都没了。我的孙子、儿子、媳妇，一家3口都没了。哎呦，都是的，老人家，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犯罪分子。哎，坑口电站的资金什么时候能到位啊？按合同规定，年底以前就可以到位了。好啊，这一下子就是30个亿啊！是啊。把这个项目落实了，这趟美国你就算没白跑，这几天的雷我也算没白顶。汤书记啊，看您说的。汤书记还不止这些呢，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可以争取的项目，生态农业几个项目也都签了下来，还有5个意向，不容易啊，不容易。老大哥，先不谈这些了，您还是跟我说说513大火的事儿吧。慢点啊！叶检察长，这个事儿不能说过去就过去啊，咱们得动真格的啊。对，这不都好几天了，这件事怎么还没查出个结果呀？要是这样下去啊，大家都要上街游行了，要向你们讨个说法啊。叶检啊，这事儿我知道，一些受害者家属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心理上承受不了，再加上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情绪上都比较激动。昨天二招那边就有几个受害者家属来找过齐老师，商量上街游行的事儿。
齐老师啊就没有答应他。老人家，就为这，我们也得谢谢你，政府更应该谢谢你。这把火来势凶猛啊！有些情况我在电话里都跟你说了，我现在有一种预感，搞得不好，这把火会把很多人都烧焦，其中也包括你和我。你想，死了156个人，这么大的事故，谁都推脱不掉自己身上的责任呐。游行有什么用啊？人都走了，该走的、不该走的都走了。